来到一个厂房，它的电压莫名其妙的低，有些设备用不了。看一下它的主配电项，客户说他有一项电压低，导致那一项的设备都启动不了。我给他测一下电压，有些比较精密的设备，它对电压高低是有要求的，电压低了它就保护。在这个地方测一下主电压，先用电笔测一下这三相电对地的电压是不是有异常，如果有异常的话，就可以怀疑是不是有漏电的。现在来测三项对地的电压都不高，黄色这一项低一些，210多伏，也就是说他们说的这一项电压低，导致的有些设备开不了。电笔测的是对大地的电压，不是零火之间的电压。然后再测零线不带电，地线不带电。电路除了那一项电压低没发现异常，那就测一下零火之间的电压。三项火线对零线，一项一项的测。看红线这一项，电压220伏，看表针摆动的位置，还行，电压还可以。中间这一项还行，边上这一项，这一项电压就低，很明显低了不少，就这一项低。他们让我来就是找一下为什么这一项电压会低，测的对地电压也低，对零电压也低。再看一下零地之间的电压，把档位打小，看一下零地电压，电压是7伏，正常情况下应该是0点几伏、1伏或者是2伏、3伏，我觉得都是正常的。而这一个是7伏，这个电压还是在左右摆动的，还是在变动的，看高了，一会儿又低了，一会儿又高了。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它这个可是测的零线对大地的电压，它这个地线是单独接地的，是直接打入大地的，在这个地方零地电压异常，这会不会是传说中的零线漂移呢？中心点漂移？那下面还得继续检测，咱们边检测边分析，看看零地电压为什么在变化不稳。再掐一下电流，看它的用电量不大，才60多安，然后它的电流是变化的。再测对零线的电压，它这个电压也是变化的，一会高一会低，不稳。也就是说随着电流的变化，电压的变化，一项电压变化，其他两项对零的电压也变化，这是因为它们的电流同时在变，变大变小，所以电压也在变化。再看黄色这一项，它的电压低，但它的电流大，明显大，所以它的电压低，比其他电压都低。但是随着它的电流增大，它的电压会慢慢的变低，能看出来有个微小的变化。当电压有70多安，看一下变成60多安的时候，电压就高了一点点，很明显电流比刚才高了，而电压往下低了一个格，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呢？您来看这么粗的线带70多安的电流，那不很轻松吗？不要说一个70多安，2个70多安都能带起来，就是带100多安都是很轻松的。所以要么是线长了，要么是变压器的负荷大了。而这一项电压低的原因是它的电流大，它比其他两项电流都大，所以它的电压就低。中间这一项才50多，边上这一项也50多，所以说我怀疑是它的主线太长了，长了以后电压压降就变低，带负荷能力就不行，所以我得去变压器那一头看一下。从工厂到它变压器的位置，你猜多远？开车过去的，走着得很长时间。这里就是变压器，低压柜。看一下哪路线？这一路线，这一路线带的还不止它一家。在这个地方测一下电压，看低不低。每一项对零线之间的电压，这个电压很足啊，很高。中间这一项对零线和那一项一样，
240伏。这一项也是很足，3项火线对零线的电压都是很足的，也就是说变压器这一块的电路没问题，它本身带的负荷都不大，在这里这个电压正常，可以的。所以说你说问题出现在哪呢？是电流太大了吗？掐下电流，3项电流，这一项100安，中间这一项96安，边上这一项120多安，还行，负荷能力都没问题，它这个电流也是不断变化的，这都是正常的，在这一块测的电流和电压都没问题。他们管电的师傅说，在地沟里做了一个接头，就是接出一路线，然后去了那个工厂，可以看出来往工厂走的这个线是25平方的，太细了。如果把这个25平方的线直接接到这个空开上，会不会能好呢？电压会不会正常呢？直接给25的线压了一个线鼻子，压在空开上，这样和那路线就分开了。另外怀疑往工厂走这一段线还有接头，因为它这头是25平方的，那一头的线粗，那一头的电缆线是95的，而这头是25的。果不其然，在一个厂房里边还有一个接头，去看一下这个接头，看就是在这儿，这个粗线和细线中间用的线鼻子压的。25的线本身就细，这还有接头，那就在这个位置再测一下，先用钳表掐一下电流，3项火线的电流，还是相差很大，有一项高，黄色这一项还是高。一边测着电流，一边测黄色这一项对零线的电压，还是低，还是随着电流的增大，电压变低，还是有变化。我反复的观察，反复的测，确实是这样。所以我认为是线细了，而且太长了，导致的压降过大，负荷能力不行，电压变低。这也是导致厂房这个主电柜零地电压一会大一会小的原因，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。当然有些设备的运行也会导致零地电压异常，就是设备开的一多，它的零地电压就有变化，但是它这个我认为是电缆太细了，太长了，况且它还有很多设备没开，如果换一个粗的电缆或许就能好，您认为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多多指点。平时大家想了解的就是电线能带多少功率，多少的电流，就1平方能多少的电流。选电缆线就是设备多大的功率，用多大的电缆线。我个人认为不能那么简单的算，因为这个电线1米的载流量电流和10米的载流量和100米的载流量不一样，穿管和不穿管又不一样，就是带多少千瓦它会不会发热，这个不一样。特别是很长的电线电缆线太长了以后，它的压降就会大，咱们说的它这个电压会变得很弱，就是电压变得会不稳，一用大电器它立马电压呼就下来了。所以不能单纯的说1平方带多少安多少安，对于这个看一下书上怎么说的。就拿普通的电缆线，就是在空中架设，它这一块也分为铜线和铝线，这个不一样。你比如那个25平方的，看载流量145，这说的是它的铜线145，铝线看就低了110，铝线的载流量就低一些，这里也没说多长，看后边有没有讲，这一块有。像这种只能做一个参考，因为现场的环境不一样。你比如到负载的距离50米就是25的线，它带多少功率，上面给了一个电机的功率，就是说这个带电机的话呢带多少功率。另外这个地方说的是铝线，是铝线的载流量，它只是一个大概的估算，作为一个参考。25平方的带28千瓦，这50米100米25平方的，再往后这个1000米的距离就没给出数据。就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，线越长它的载流量越低，
您需要把线加粗。另外，电线的接头过多也会造成电压的变化，如果线头虚接的话，也会造成电压不稳或者是过低。好了，先聊到这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